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央视高调预热，肖战王炸大片来袭，女主颜值让人难以忍受。今年的国产电影发挥稳定，既有《消失的她》、孤注一掷这样的黑马电影，也有《封神》等大片撑起口碑和票房。不过，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电影圈，角逐的主力依旧是名导之间的比拼。今年的乌尔善、陈思诚、张艺谋都拿出了很出色的电影作品，观众在佩服之余，也不忘期待比较低调的实力导演。据悉，著名导演徐克在拍摄完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不久后，官宣新作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。而自从电影开始筹备以来，观众都很信任金庸加徐克的组合，期待这部作品能给武侠电影题材一些震撼。就在近日，央视的官方账号为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高调预热，不仅讲述了电影剧情内容，还肯定了导演徐克对于武侠题材的见解。截至目前，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甚至还没有任何准备上线的消息，但显然电影已经成为圈内相当看好的一部爆款作品。比较关注金庸和徐克的网友都知道，曾经二人就结下了恩怨。金庸在看了徐克导演的《东方不败》后，放出狠话，表示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再交给徐克拍摄。从金庸面对媒体的解释来看，他很不满徐克的改编，尤其对于徐克找林青霞来演《东方不败》的决定非常排斥。而徐克却认为金庸接受陈乔恩演的《东方不败》，却不接受林青霞的版本，主要是因为太要面子。两人曾在改编剧情时发生争执，结下恩怨。谁知道东方不败大火出圈，徐克不被金庸认可的改编，反倒得到了市场的认可，所以徐克才说谁知道电影居然大卖，这下金庸先生就更生气了。而事实上，徐克和金庸虽然有过矛盾，但徐克对金庸先生非常敬仰，他自小就喜欢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。即便在创作理念上有些不同，甚至还在媒体面前撕破了脸，但是金庸先生去世后，徐克发长文纪念，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，没有半点虚假。如今，徐克再度接手金庸的武侠作品，不仅代表着他终于放下了过往的心结，也代表着更开放、更自由的创作空间。在采访中，徐克也强调武侠世界就是很自由，相信在徐克大胆的创新下，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也会呈现许多惊喜。不过，比起剧情改编，制作质感、选角是目前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最具争议的话题。作为明星，肖战可以说是内娱最具腥风血雨体质的顶流，在流量领域，他一个人承包了半壁江山的热度，也因此常常遭到各种抨击。甚至有时候肖战一有新消息，就会出现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饭圈争端。客观来讲，作为演员，肖战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但是从《陈情令》到《斗罗大陆》，甚至《玉骨遥》、梦中的那片海，都能看出肖战脚踏实地的每一步。他身上有股江湖侠气，既有少年感又有内敛感。他本人其实也很适合塑造一些年少轻狂、深藏不露的武侠主角。徐克能找到肖战饰演郭靖，一方面是因为肖战条件符合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徐克本身就有十足的把握。一部好的作品少不了导演的调教，很多好的演员需要引领，而肖战这样有天赋的演员，在碰到徐克这样的名导时，往往能激发出自己的潜力，
所以总的来说，郭靖这个角色对肖战是极大的挑战，但也值得期待。可惜，观众可以接受顶流出演郭靖，却接受不了搭档肖战的女主。玉骨遥时期，肖战和任敏的组合就已经遭到了全网辣评，身穿古装的肖战是翩翩公子，是陌上人如玉，可五官不够精致的任敏在歹毒妆造下，好像猪猪侠成精。任何暧昧上头的桥段都被任敏的塌鼻子、大脸盘子毁了。玉骨遥的播出不如预期，很大程度上和女主颜值不够、CP 感太弱有关。而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的男女主选角，有种玉骨遥卷土重来的即视感。饰演黄蓉的女演员庄达菲，颜值平平无奇，长相甚至还没有任敏有特点，关键是任敏好歹演技在线。可庄达菲自出道以来，代表作都是小温小火，演技表现力在新生代小花里顶多算得上自然。何况黄蓉这个角色在荧幕上有过那么多经典的版本，庄达菲不论怎么看，都和黄蓉这个角色毫无共同点。原著里，黄蓉如花似玉，风姿绰约，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能放在黄蓉的身上。可庄达菲的古装扮相，连平平无奇的水准都达不到。照片里，庄达菲眼睛太小，没有黄蓉的灵动，面部留白太多，脸型偏长，额头宽大，中庭存在感很强，乍一看真的很像是女装大佬。不少网友直接辣评应该让肖战演黄蓉，庄达菲演郭靖，毕竟肖战五官比庄达菲还要秀气，加上点滤镜，调镜头角度，比庄达菲美这一点，肖战完全能做到。当然历届的黄蓉选角中，也有形象颜值不适配的，可就算是再不适配，名气、长相、演技总得占一个。庄达菲的长相一般，演技无亮点，甚至在搭上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之前，只是一个三流网剧的女主，以她的条件能够上徐克和肖战，网友都替其他演员冤枉。如今，不少官媒开始为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宣传，说明电影的确到了预热的阶段。但以电影的阵容来看，电影质量有徐克坐镇，电影热度和看点有肖战顶着。至于庄达菲会不会成为拖油瓶，只有电影上线才有结论。最后，你是否看好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在阵容上的搭配？预测一下徐克新片的市场反馈，评价一下肖战能否通过徐克的关系在电影圈站稳脚跟吧。